冥府发现一具男尸。站住！退回去！凭什么？虚出已到，城门已闭，概不放行。出去，出去！鼓声未歇，城门未闭，此时入城不算违规吧？ 队长，拿下！田山度，慢着！我是新任蓬莱县令狄仁杰，这具无名男尸便是我来蓬莱要破的第一桩案子。 哎，你吃了多少老酒啊？啊？麻风病已经治愈。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我回来了，走啊！就是给他画像。啊，私人，我不画，我不画，不画。 狄仁杰，狄仁杰，你的鞋坏了，你的鞋。马蓉，好了，随他去吧，去，研磨去，别害怕，来，把他当正常人讲话，来。 东西都找齐了吗？找齐了，这一夜库房都搬空了，几十年的公文卷。行，忙完咱们赶紧休息吧。真就没有一件积案啊？哎呀，确实没有。王县城，哎，蓬莱县令空缺3院有余，全县百姓就无一人告状。回民腐化，要说告状的也有。 但都是些缺斤少两、鸡毛蒜皮的小事，当日便解决了，没有纳入案卷。海晏和亲。好啊，龙叔，看来咱们真是来了一个好地方。所谓新官上任3把火，这第1把便烧成这样，我看呢，那第2把跟第3把，怕是烧不起来喽。只听说过画像击胸拿粉。 没听说过画像认尸的不是？可不是嘛！你说这画像画的，鼻子不是鼻子，眼睛不是眼睛，烂成这样，还一脸麻子，这谁能认得出来啊？就是，这明经科的官啊，果然才疏学浅，这么混都能高坐明堂，我这圣贤书算是白读了。我来看看。
这是谁呀？说不定我就能认了。我看这画像上的人和你就十分相似。你看看，你这是若不是看你一介女流，我定不饶你！哼！谢谢，谢谢。你，哼！没想到冥府刚刚上任，就得空来我明月坊闲坐，曹安荣幸之至。不过是听到被曹娘子的滨州小调吸引，不知可否请娘子为我再奏一遍？主事跟我说，正是娘子。月坊歌姬慎重，他想必是搞错了。不如我把腾公的新作唱于冥府听。那不必了。冥府不喜欢腾公的诗作。男情女爱之事，非我所喜。没想到冥府居然不解风月。腾公盛名之下，虽无子嗣，也无纳妾之意。对夫人银莲情深意重，他诗中所写所叹，也是与妻子白首相携的期盼。纵然是今上，也会为之动容，自以雅情二字。这些都不能让冥府感动。娘子消息通达，实不像一个偏居蓬莱的普通歌妓。冥府可知我籍贯何处？从前父亲在京里的时候，跟一个曹姓官员有过来往。18年前，因为铸造私币被抄了家的曹鹤仙。那荷包虽然旧了，却也绝非是寻常百姓可以得到之物。荷包边上的琉璃器，也非凡物。冥府果然好查案，明察秋毫，什么都逃不过你的眼睛。我料定冥府是滨州人，因为我想听滨州小调，这是其一。那其二呢？我曾去过滨州，对那里的风貌人情有所见闻。这琵琶原配的拨子坏了，弹不出嘈嘈基音，就且唱一首《蓬莱幽语》吧。
家主还有脉象，快先救家主，快先救家主啊！慢点儿，慢点儿，还跟上！哎，你怎么也跟过来了？我回书房守着去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家主。郎君，喝药吧。我说不喝，开不喝。腾公，腾侃。冥府，腾侃，求死来了！我来投案。家主，家主，你醒啊！正面3刀，背面4刀，又是7刀，跟城外那个无名男士一样。那短剑阁有人动过？我一直派人看管书房，你还不快进来？回冥府的话，回冥府，我一直在外守着，没人进来。这里摆放过一面屏风，冥府，癫狂梦醒柴胡功，相附青皮半木通。癫狂梦醒汤。腾公疯癫，自何时而起？
禀的，大概有半年时间。那墙边可是一直有一个4扇屏风。其实那件东西乃是件不祥之物，所以事发之后，家主便差我等把它搬到库房去了。屏风，不祥之物。正是这屏风邪祟，招厉鬼附身，才害家主杀死夫人的呀。冥府，请看。杨柳吐蕊，春日景色。书生伏案小睡，一女子入梦，青山绿野。这画的是书生夏日复考，然后是深秋时节，书生考取功名，披红归乡，恰与梦中女子相逢。这最后一幅应该是冬日期画。哎，为什么变成了杀妻血图啊？从前真不是这样的，本应是佳偶相拥的图画，可不知因何缘故，就变成这样了。变成这样？是。自何时而起？5日之前。凶器有被移动过的痕迹。从现场的痕迹来看，有人进入过凶案现场，行凶后翻墙逃逸。难道凶手另有其人？清明府判我死罪。哦，快进去，快进去。请将昨夜之事细细道来。昨夜暴雨，我在书房写作，怎料癫狂症发作，是我杀了他，一定是我杀了他。恳请冥府切莫容情，判我死罪。唐公节哀。案情尚不明了，请恕我不能够结案论罪。滕公不妨先回房休息，李某自会将案子查个明明白白。判我死罪！粉末，之前有剪，握笔。死者指尖、耳中、发髻上皆有白色粉末。7道，为何都是7道？冥府，没什么味儿啊。唐堪已经认了，癫狂症发作杀妻，这个案子可以了结了吧？那齐平为何无故变化？窗外留下的足迹，进入书房挪动尸体的人又是谁？这么多疑团都没有破解，
就结案了？藤公悲伤过度，旧疾复发，好好休养才是。这些都无妨。冥府可知，我20多年前流连京畿之时，与你的父亲有过数面之缘。令尊为人磊落，殷荣至今牢记于心的。当年我官拜右屯卫长史，叫做滕仲元。南雁白发悲，孤塞山岳林。天地常入夜，生死共长生。自父亲离开之后，这首诗一直常伴左右。今日得遇父亲故人，是怀殷之幸啊。只是不知滕公为何？不知为何，我从大漠孤烟转投风花雪月是吧？是银莲改变了我。自从我与他成婚，我便不愿再去碰触杀伐决断，所以改了名，只想做一个沉迷在温柔乡里书写情书的庸人。如今年过半百，唯愿与银莲共度余生，别无他求。可是现在，这一切被我亲手所毁。淮阴尚有一事不明，滕公为何一定要把罪名揽到自己身上？冥府，即便你不判我，老天也将判我。手刃爱妻，忘情负义。与其每日尽受煎熬，独活残生，不如早赴黄泉，在地下与银莲相见。诚恳求冥府，看在与令尊的交情上，判我死罪吧。诚恳谢过冥府了。滕公万万不可，淮阴既谋圣恩，自当依律行事。滕公也曾在朝为官，自当熟知唐律。依唐律，癫狂病人无伤人命，当从轻论处。滕公才名远播，全县百姓上书请命，于情于理，我都该判您无罪啊！命苟存，心有死。有一事，淮阴还望滕公能够如实相告。你是想问那四七平的事儿吧？正是。那七平是我10多年前在殿中偶然看到，春、夏、秋、冬4幅气画，画中故事与我和银莲一般无二。梦中相见，露台相识。画中有姐妹4人，银莲出阁前，家中也有姐妹4人。你说，这不是我和银莲的故事，还能是什么？就是因为这种种巧合，我认定这七平一定是我和银莲的独属之物，这才将它买回来。可谁曾想，就在前几日，这酒杯却变成了利剑，刺入了他的前胸。
我今天状态尚好，不必喝药。可是夫人亲自嘱托。夫人，我也说过不必喝药。可是夫人说。夫人说。夫人说。郎君，喝药吧，喝了就会好了。你喝。我说不喝，你还不喝？郎君，没事了。对不起，银莲，对不起。齐平，自齐平。郎君，你看，郎君怎么会这样？郎君，郎君，郎君，郎君。有鬼！有鬼！家中美烈谷附身了！站住！当时我的疯癫之症已经越发加深，唯恐真如齐平预言一般，把银莲杀死，所以让下人们把齐平锁入库房。结果到头来，我还是失了心智。滕公，可认得此画中人？明府，府衙来报，街上一家书画铺昨晚失窃了。明府，就是这里，小人的书画铺。
何时发现店铺被人闯破？回明府，大约今日申时前后。昨夜贪了几杯，一直睡到晌午后才来开门。当时店门紧闭，若非断了锁，又贴了许多画像，我恐怕也不会发现有人进来的。可有财物遗失？我查了几遍，并未损失财物。你这店内书画，尤其是贴告示这些，我要带回府衙去，待到案件告破之后再给你还回来，可否？明府请便。我跟徐凯，他是我的情人。等等，坟墓。这个徐凯现在何处？得了麻风病，后来就失踪了。他就是徐凯。你如此大费周章，就是为了告诉我，这一切都跟徐凯有关。你就未曾沐浴，甚至就未曾洗手。衣衫褴褛，生活窘迫，形同乞丐。乞丐，草鞋，坟墓。坟墓。快点儿！快！菜市场。回英啊，南来二娘子啊，所言属实，李汉的卷宗找到了，只因盗窃罪，判城郊采石场劳役。果然是菜市场。说你觉不觉得林莲夫人有些异状？有何异样？说不上来。嗨，算了，小戴，备马。哎，这大半夜的你要去哪儿啊？去菜市场。到哪儿？快点！快点！什么呢？说你的别啰嗦，快点！没吃饭怎么的？动起来！动起来！快点！谁让你坐下了？别磨蹭！你快点！别磨蹭！过来！提名府，快点！快点！快点！去呀！别磨蹭！这儿不是衙门，没有酒饭招待，乌烟瘴气的，没什么事儿，二位请回吧。陈守卫说笑了，李某今日来说要见一个犯人，李汉。
那你可有刺史的公文呢？公文自然有，但陈守卫如要是见了公文，让我见不到人，这里边的干系不用狄某多言吧？快点！交代，取公文。哎，我这里的犯人成百上千的，也不是每个人的名字都记得住。哎，过来，去把那个什么李汉给我带过来。您忘了，这个叫李汉的已经染上麻风病，死了。对，这我倒是给忘了。狄明府，不是我不让你见，你听到了，人死了。那便带我去他的坟上看看。这个李汉与多宗凶杀命案有关，狄某不敢疏。陈守卫，有劳了。随我来吧。陈守卫，这儿。明府，人死了多久了？10天，20天。新土。我若想挖坟验尸，陈守卫，可否行个方便？明府，这恐怕不合规矩吧？是我越权了。我屋里有犯人的名册，若是不信我的话，可以去查。那倒不必。既然已经来这看到了，这差事就算是交代了。多谢陈守卫通融，走吧。多谢。让我们见见他们吧，真是让人担忧啊！都怎么样了？让我们见一见吧。狄老爷吗？明府，来，随我来。明府，各位，今日这里便见，各位请回吧。哎呀，明府啊，您到的正是时候啊！其实家主已经将自己关在夫人房中整整1天了，又水米未进，我等正在犯愁。啊，是本宫与夫人并不同房啊，您有所不知，其实家主在作诗之时呢，往往是不分昼夜，恐怕会影响夫人的正常休息，所以一直分房而居。哦，就在这里。家主，明府来了。家主，明府来了。我等等。这，我在这里思念亡妻，不愿被人打扰，明府久等了，怠慢无愧。这里没有外人，还是叫我淮阴吧。这是夫人的手笔，一浓一纤，正柔气人。旧山虽在，不关身，
且向长安过暮春，一树梨花一溪月，不知今夜属何人？好诗啊！这些都是银莲留下的。他受我影响，也喜好诗词风雅，偶尔在我指点下写作，兴趣而已，尚不足以传世。见兰之，则异香自来。此诗若是传送出去，也是佳作。睹物思人，心绪难平。唯有，我们还是换个地方说话。明府，这首诗作，银莲生前曾托我修改，一直未能完成。如今已经改好，却已经来不及让他看见了。明府，坐。我在朝时，官拜右屯卫长史，这马鞭是我当年所用。去之后，我一直把它带在身边，也算是纪念我数年戎马。明府，你打算何时将我判死？滕公可曾听过李翰？李翰，这名字耳生，不曾听说。夫人平日出府，中意去哪儿？我平日只知闭门写作，并不知道银莲有何去处。在夫人未出阁之前，曾被李翰追求，因误其滋扰，夫人诬了他个强盗之罪，让他蒙冤入刑。可就在数日之前，李翰被人赎出，因为被夫人冤枉，平白受苦，对夫人的恨意可想而知。就在那日，夫人遇害当天，滕公因癫狂症发作，迷失了心智。有人在书房中发现了厉鬼出没，恰好李翰就在府内。传言出现过的厉鬼，大概就是他。所以，此案他才是最大的凶险。怎么说？是这个李翰害死了银莲？那个将他赎出之人同样罪大恶极，那个人是谁？找到李翰，便可真相大白。多谢明府。其实是这样的，家主每逢作诗之时呢，都是闭门不出，所以其他人也不敢打扰。我家夫人闲来无事，就会回娘家探望她的阿紫，两家呢也不知赖二娘子上一次与银莲夫人见面是什么时候？我与银莲交恶，素不往来。他的阿紫指的可是赖二娘子。是位老姑娘了，一直未嫁，怪可怜的。夫人与二娘子一直有来往吗？这倒没有。
听说姐妹二人从前积怨颇深啊，也是近段时间才再有来往的。自那日你搔首弄姿、卖弄风情之后，我便发誓与你再不相见。毕竟是姐妹血亲，哪有真隔夜的仇？有理。明府慢走。关门吧。你怎么来了？霸宗的头子用的不错吧？还行吧。接下来咱们去哪儿？帮我再去跟你那个朋友打听打听吧。一般这城中女子与情人私会，都会去哪儿啊？这个不用问，他以前告诉过我。他为什么告诉你这个？这你不用管啊。走，我带你去。哎呀呀呀呀呀！哎呦，贵人来啦！小二，两位，来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一不吃酒，二不听曲，向你打听个事儿。啊，我们这儿就是吃酒听曲的地儿，打听事儿，那您可是来错地方了。官府查案，我是狄仁杰。哎呦，狄明府啊，这奸夫有眼无珠。听说你们这儿有一间房，专供人幽会用，可有此事？哎呦，你看我们这是寻花旅游所在，不接待什么贫富贫富。只要不违反大唐律令，别的我不管你。是，只是我们这儿确实不做这桩生意啊。您若再问，我也只能如实回答。不瞒您说，我这儿确实有一间房，明府，你也要替我想想啊。在哪里？已经被人承包出去了。谁包的？来人黑纱蒙面的，我确实不知道是谁。带我去看。这恐怕不太合适吧？看来霸宗这头子不太管用啊。哎呀，大人，我没说不带你上去看的，就在楼上啊。那二位随我来吧。来，大人请。哎呀，看来这县官确实不如县管啊。便是这间了。哎呀，明府莫怪呀，我们做生意的也实在没办法。当真不知来者何人？确实不知。这间房子他从来不让打扫，自打包出去之后，连我都没有进来。那与他幽会的人，那就更不曾知道了。先下去吧。哎，明府，这有字儿。右山虽在，不关身。这是银莲夫人的字。这怎么还有朵花啊？你如此大费周章就出来告诉我，这一切都跟徐凯有关。徐凯，明府，明府，你这叫破坏政务。
挺会玩儿。那全都是我，他这一辈子最爱画我。画中有姐妹4人，银莲出阁前，家中也有姐妹4人。这不是我和银莲的故事，还能是什么？这个是我们的故事。那这屏风有名字吗？4七屏吧。这画上的就是你。你和徐凯之所以偷情，是因为你们彼此相爱。哎，有个事你们知道吧？什么？滕夫人被救活了。啊？滕夫人没死啊？对，受那么重的伤都被救活了。什么地方这么厉害啊？听到了吗？滕夫人没死。哎呦！哎，老李，听说了吗？滕夫人还活着啊！哎呦，太好了，万幸啊万幸，滕夫人还活着。哎呦，滕夫人被刺了那么多刀，依旧被救回来了。哎呀，哎呦，我的天哪！你都不知道，那被扎的没有人形了。看你来了，李翰，随我回衙门去。我不跟你回去，不去。我不跟你们回去。勿要伤到性命！我不跟你去衙门！我绝对不会跟你们回去的。我想你。你为何取他性命？
银莲，我为你报仇了。等一等，等！灵甫，怎么了？发丝被截去了一截。怀英啊，怀英，来来来，我让你看看东西。你看，这是……你记得案发现场满地的花土吗？这些土就是从你的脚底发现的。我觉得这个石粉和花土是不能融为一体，所以我就去查了一下。查到什么？比曼子。你应该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吧？我当然知道。乔太，备马，我要去请腾公。在他离开蓬莱之前，我想请他和银莲夫人再见上最后一面。银莲夫人在验尸房躺着呢。我就是要请他来一趟验尸房。腾公可曾觉得夫人看起来有些奇怪呢？他额前的头发被剪短了。这是谁？是谁？不是我。我知道。明府，腾公，明日一早我会登门送行。马荣，不许出半点差池。
怀英跟你说什么？哎，怀英啊！我是你怀英啊，兄弟，你瞒着我？什么事儿你还瞒着我啊？怀英，怀英，你若再不出现，我就见不到我了。不会的，今日你一定能够见得到我。齐平呢？也一并带走吗？那部香之物带走有何用？临走前一把火烧了就好。那齐平是滕公与银莲夫人爱情的重演，烧了的，不是把滕公与银莲夫人的爱情也一并烧掉了吗？你这些话有些刺耳。我与亡妻的感情，天地可见。岂是一把火就能够烧掉的？别着急，容我将齐平恢复原样，全当是送作滕公的离别赠礼吧。这上面的切掉了啊！这怎么能滑动啊？快走！这里面还有一坑，这怎么回事？那杀妻图，便是由特殊颜料绘制，一遇热水便会显现。我将那特殊颜料刮去，原来的画面便会显露出来。那日，你将一碗热汤药泼于其上，便制造出了一幅触目惊心的杀妻图。那日我疯癫之症发作，举止失控，不记得了。当真是犯了疯癫之症吗？不然呢？难道你要说我是故意将汤药洒在漆瓶上？就是这个意思。你先让漆瓶变化，再外传鬼祟邪说，让疯癫之症发作，迷失心智，杀害银莲。滕公，这便是你的计划，杀害银莲夫人，得偿所愿。因疯癫之症杀人，大唐律令、民心、民意，便都站到了你这一边。银莲是李翰所害，这是你冥府断的案。我是说，找到李翰，便会真相大白。我可没要你杀人灭口。若真是那李翰因报仇杀人，又何须大费周章让七平变化？我为何要杀银莲？我曾问过你，这七平是何人所做？无名画师而已，何必再问？非是画师无名，而是你不想告知我画师的名姓啊！图上画的可是银莲夫人。徐凯，你怎么来了？来，这里有点乱。没事，挺好的。屏风画好了啊，快好了。这是金榜题名。这画的好像是个故事。这个是我们的故事。这屏风有名字吗？
就叫四七平吧。那七平中的女子也是她，只是这男子可不是你，而是画师徐凯。照你这么说，与银莲厮守半生的该是这个徐凯，然呢？你杀了他！七刀，银莲府身中也是七刀，巧合吗？不然。只是我一直也没有参透，直到我在青楼包房外的墙壁上发现了你用指甲刻下的7道划痕。你跟踪徐凯和银莲夫人私会，一共7次了，1次1刀。好好看看我的指甲，有什么抓痕？没有。指甲已经又长出来了，可那日我在为你诊脉之时，确实看见了指甲的磨损。只可惜那个时候，我没有怀疑你说的。你住口！没有证据就不要妄言。狄仁杰，你构陷我唐凯无妨，若要污蔑银莲与他人通奸，我定不饶你。我一直百思不得解，我不明白，一个男人如何能够忍受如此屈辱。直到我在银莲夫人的房中发现了你的诗作。旧山虽在不关身，且向长安过暮春。一树梨花一溪月，不知今夜属何人？你说你在为夫人修改诗作。旧山虽有不关身，且向长安见暮春。你把你的印记强加在了夫人的诗作上，企图占为己有。只可惜啊，你耗尽了心思，却越改越不如原作了。狄仁杰，你个明经科出身的末流读书人，也配评价我的诗作？狄某确实没有诗才，可也不是一个沽名钓誉之徒。有人曾对我说过，男情女爱不过是相聚时浓，相思时烈，离别生愁绪，痴情生猜疑，多情惹记恨。这些情愫，在滕公的诗中淋漓尽致，其媚然缠绵，比之女子还要入木3分。可现在想来，不是滕公心思比女子细腻，而是这些诗作本就是女人所写。若非如此，滕公怎么会明知道旧情人与银莲夫人私会，却还能强自忍耐？只因你比其他人都更需要银莲夫人的诗稿。徐凯，就叫四七平吧。这画的好像是个故事，是我们的故事。狄仁杰，你给我滚出去！还记得你说过，那马鞭自军中之后便再未用过。这马鞭是我当年所用，去之后我一直把它带在身边，也算是纪念我数年戎马。那鞭梢上的新鲜血迹又作何解释？敢把你的后背亮出来给大家看看吗？指甲可以再长，鞭痕却是留下就留下了。你每日以马鞭自吃，想要降服心魔，可终究你还是忍不了了。
先杀徐凯，然后再假以疯癫之症，杀害林莲。你说我的疯癫之症是装的？在你的书房之中，我们发现了比曼词。比曼词，少量服用可使人呈现疯癫症之状。为了杀害银莲，你不惜一连服用10余日，坐实了你的疯癫之症。我若真要杀妻，何须如此？一开始，你确实不想手染鲜血，所以你行贿私事，赎出了李翰。你的话越发不着边际了。我唐侃在蓬莱无人不识，若是去采石场赎人，那司事定能认出我来。你把司事叫来，我与他当面对质。我什么时候提过采石场？对呀，这是没说过。你怎么知道那李翰在采石场服役？此事不难推断。你把司事叫过来，我与他当面对质就好。不必对质了。去采石场赎人的确实不是你，而是赖二娘子，银莲夫人的阿姊。她为何要这么做？这事你应该问她，不该来问我。个中缘由你清清楚楚。银莲夫人每每以回府探望二娘子的名头外出，此事管家可以作证。夫人与二娘子一直有来往吗？这倒没有。听说姐妹二人从前积怨颇深了，也是近段时间才再有来往的。你若早知二人交恶，那么银莲夫人便是在撒谎了。你明知道赖二娘子深爱徐凯，而徐凯麻风病愈后又与银莲再续前缘，你利用了其恨心起，让他赎出李翰。若不是李翰这只拦路虎，你就成功了。他知道你杀了徐凯之后，必生杀妻之意，只能一次次的潜入府中，意图保护银莲。你知道他不敢报官，便顺理成章的利用他，成功的转移了我的注意力。你是个薄情寡义之人，自然想不到李翰因银莲而蒙冤入狱，却至死深爱银莲。这断发便是凭证。这样的一个人，万万不可能生出杀心。好一段爱恨纠葛的故事，感人肺腑啊！狄仁杰，你言之凿凿，是有将我治罪的证据了吗？我没有证据。李翰和徐凯皆已身亡。只凭着在你府中找到的比曼词，不足以给你定罪。狄明府，我诚恳在诗坛的盛名，岂是你几句风言风语就能动摇分毫的？你如此构陷于我，现在你该考虑考虑你的后果了。想你也曾是凭借真才实学叱咤诗坛，怎会沦落至此？接连3人因你丧命，你心何安？一派胡言！来人，给我进去门！啊！来，踩！变成石头。石稿呢？我的石稿呢？在这儿呢。其他石稿呢？我其他石稿了。在去往长安的路上，是我吩咐马融入德府来，将他们都替换了。这些诗稿都是银莲夫人的笔体，是你还未来得及誊抄之作。你每日假装悼念，
将自己锁在夫人房中，其实是在翻找遗作。我治不了你的杀人之罪，可你用银莲的诗作金鸡夺魁、欺君之罪，你照样难逃一死。成公，我今日不抓你，你走吧。可是你要记着，今日之后，你的一切虚名就是个笑话。我在蓬莱长事已久，多有违背律令的地方。狄仁杰打算怎么处置我？他说：“你输了，以后蓬莱县，你管得的，他来管；你管不得的，也由他来管。”